大家好，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今天要跟大家说一部适合合家观赏的2级片《死侍2》。视频前半部分我先来说一说剧情，后半部分就给大家盘点一下这部片子出现的梗和彩蛋。电影一开始，咱们的男主角渐渐就点燃了汽油桶，瞬间被炸成了一片一片的。难道开场1分钟男主就挂了？听过偏偏解说死侍1的都知道，渐渐在第1部里得了癌症，被治好后获得了超能力不死之身，但是副作用是被毁容。女主也就是渐渐的女朋友不但没有嫌弃他，还继续和他没羞没臊，所以渐渐是不可能死敌。再说了，哪个傻缺编剧会把男女主在一开场就写死呢？原来渐渐这些年一直致力于铲除黑帮，结下了不少梁子，仇家贴心的给渐渐提供了上门送便当服务，结果外卖便当一不小心就被女朋友给吃了，悲痛欲绝的渐渐决定殉情，于是就有了开头自杀的一幕。渐渐的好基友刚力士以下统称为不锈钢，把炸的到处都是的被渐渐装进了麻袋，带回了 X 战警的老窝。渐渐抱怨着，明明第1部赚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居然还是请不起 X 战警的其他演员，呸，穷剧组。最后在不锈钢的感化下，渐渐还是同意成为 X 战警的实习生。他的第1个活就是去变种人学校制服手心能发出火焰的变种人火拳，还有点叫火拳，你咋不叫艾斯呢？咱们还是叫他小胖吧。渐渐得知小胖之所以搞事情，是因为受到了校长和老师的虐待。渐渐二话不说一枪崩了老师，因此和小胖一起被关进了监狱。俩人都被戴上了天赋异禀里那种限制超能力的项圈，所以渐渐再次患上了癌症，只能混吃等死。另一边，小胖的计划着找到监狱里块头最大的变种人，然后组队越狱去找校长报仇。就在这时候，神秘的变种人电索从未来穿越而来。他直奔监狱，杀光了所有保安，并准备收走小胖的人头。没了超能力的渐渐也被电索轮到了1楼，得亏道具垃圾，限制超能力的项圈居然他喵的坏了。渐渐就此恢复了不死之身，有了和电索的一战之力。在得知电索来自未来之后，渐渐问了电索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。Is dubstep still a thing? 电索觉得渐渐的问题简直是废话，于是奋起反抗，和渐渐一起扭打出了监狱。你要说电索就是专门来救渐渐的，我也信。恍惚中，渐渐听到死去的女友对自己说，一定要保护好小胖。于是渐渐决定招募几个变种人，在监狱转移的时候把小胖给救出来。最后终于从来面试的6个人里精挑细选出了6个人，分别是能控制磁场的磁场男，能突出强酸的强酸男，至今未露面的隐形男，干啥都比人类强的外星男，没啥超能力但是有糖尿病的胡子男，以及超能力就是超级幸运的杨超越。以及超能力就是超级幸运的欧皇妹。计划如期进行，大家伙准备从飞机跳伞降落到押运车上，结果磁场男被公交车撞死，外星男被飞机叶片打死，隐形男撞到电线被电死，强酸男牵着绞碎机被绞死，胡子男为了救强酸男，结果被强酸男吐出的强酸给腐蚀死。我的天哪，这不就是吃鸡开局时的你们吗？总之最后只有渐渐和欧皇妹成功降落，看来幸运 E 才是最实用的超能力。电索得到消息也赶来接押运车，欧皇妹和押运车司机正面刚的时候，渐渐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欧皇妹和电索正面刚的时候，渐渐终于还是特喵的在路上。等渐渐终于到达押运车之后，他身体力行的告诉了电索一个道理，做人就是要活在当下。与此同时，小胖放出了监狱块头最大的变种人红坦克，两人成功组成了复仇变种人联盟。只见红坦克一个小拳拳就把押运车给锤烂了，还把渐渐撕成了2半。渐渐回到家等他的腿长出来，顺便和朋友们共同猜测接下来的剧本编剧会咋写。就在这时，电索出现在了他家，渐渐蒙圈了，打的我家大门常打开啊，怎么谁都能进来？电索说他一个人打不过红坦克和小胖，这次来是为了找渐渐合作。原来小胖在杀死校长报仇以后就此黑化，并且在未来杀了电索的老婆和女儿。为了贯彻落实阻止犯罪从娃娃抓起的基本方针，所以电索穿越到现在追杀小胖。只不过电索的穿越大法只能用2次，且用且珍惜。很快，2边的人都来到了小胖的学校，小胖自己单开了个烧校长的副本。渐渐、电索和欧皇妹则和红坦克刚了起来，可惜他们3个都不是对手。渐渐还被红坦克用栅栏爆了头，好在不锈钢带着队友及时赶到救下了渐渐，场面一度非常给里给气。大家齐心协力用了一招永信大法，终于制服了红坦克。另一边的小胖还真是墨迹啊，渐渐他们都打了半天了，小胖对院长还只停留在口头威胁上。终于等来了渐渐和电索，小胖嘴上说着老子一定要干掉校长，但注意力完全被渐渐他们所吸引，就连校长跑路了都不知道。小胖，你能不能拿出身为一个反派的专业态度来啊？渐渐不信这个邪，决定感化小胖，为表诚意戴上了监狱的项圈。只可惜他感动天感动地，就是感动不了小胖。电索院长觉得一枪崩了小胖，早点收工，结果渐渐一跃而起，替小胖挡住了子弹。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？因为戴了项圈，所以渐渐失去了不死身的能力，这回是真的领便当了。Oh, it's so hard to go. I just love being around you guys so much. So much.
小胖顿悟了，原来我不是没人疼没人爱嘛，所以小胖决定当场洗白，变成了小白胖。就在这时，电锁随身携带的那个沾着女儿血的娃娃也恢复了原样，代表着历史被改变，自己的老婆女儿都复活了。前面说过，电锁的穿越装置只能用2次，一次是穿越到现代，第2次是回到未来，但他却选择利用第2次机会，把时间拉回到渐渐出事以前。电锁在渐渐胸口放了一枚硬币，最后子弹刚好打到了硬币上，渐渐没死，电锁的人设也立住了。就在这时，第1部就出现过的那个总是吵着要当杀手的司机开车来接大家收工，非常顺手的就撞死了校长，也算是心想事成了吧。彩蛋里，渐渐修好了电锁的穿越神器，获得了无数次穿越的机会，所以他分别阻止了女友的死亡，救活了被强酸腐蚀的胡子男，亲手杀掉了电影《金刚狼》里的自己，和决定接下绿灯侠剧本的自己。毕竟这2部电影都是他人生中的污点。42就已经讲完了，你们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还没有说过瘾。所以现在给大家盘点一下电影中的梗和彩蛋。渐渐在自杀前拿出了一个音乐盒，还原了金刚狼3里狼叔死亡的一幕。接着渐渐还吐槽，就是因为死侍1火了，所以金刚狼3也改成了R级。渐渐还对着观众科普，虽然耶稣圣诞季是北美2级片票房冠军，但是在全球范围，死侍才是最卖座的2级片。毕竟外国人都没啥信仰。和女友的约会，渐渐迟到了，他解释说自己刚和蝙蝠侠打了一架，因为渐渐发现蝙蝠侠的妈妈也叫玛莎。这里是吐槽了蝙蝠侠大战超人里，超人和蝙蝠侠因为妈妈都叫玛莎而停战的梗。家中微波炉里放的是渐渐最爱吃的墨西哥卷饼。渐渐表示家庭2个字对他来说是脏话，指的是在童年里，本来和他关系很好的爸爸突然有一天消失了。渐渐和女朋友一起看了电影《燕特尔》后，吐槽《冰雪奇缘》里那首歌的曲调，完全就是抄袭《燕特尔》里的歌。两人一边看电影一边唠着造人计划。渐渐说孩子长大以后注定要和姐姐一起为爱鼓掌的，就像星球大战一样。这里其实是吐槽星战里男女主是兄妹这个梗。片头曲是专门请席琳迪翁唱的，他们还特地拍了个 MV， 席琳迪翁还把死侍认成了蜘蛛侠。 So beat it, Spider-Man. 恶搞是死侍一贯的风格，所以在片头他先是 cos 了007，还致敬了1983年的电影《闪电5》。电锁刚穿越到这里的时候，遇到了2个男人在聊天，左边那个就是马特·达蒙客串的，同样客串的还有布拉德·皮特，他饰演的是最后被电死的隐形男。渐渐坐着轮椅在 X 战警的豪宅里闲逛，轮椅的主人就是 X 教授，后来他还戴上了 X 教授的心灵头盔。渐渐 T 恤上印的是泰勒·斯威夫特养的2只猫，为此美美还专门发了推特致谢。和第1部一样，渐渐吐槽剧组都舍不得花钱多请点其他 X 战警。接着雷神眼、暴风女、蓝魔鬼、野兽、快银 X 教授就出现在他身后的房间里，据说是他们在拍摄 X 战警黑凤凰的时候串场给死侍2拍的。渐渐表示自己不是当 X 战警的料，因为他已经不是处男了。这里应该是暗指 X 战警没有 X 生活吧，毕竟在死侍之前 X 战警系列可从来没拍过 R 级。接着渐渐表示自己会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 X man， 马上又改口说应该是 X person。 大家都知道瑞安雷诺斯是加拿大人，这里是讽刺加拿大总理曾建议记者不要使用 mankind 这个词，而应该用他创造的词 people can， 还真是个平权斗士。新闻在播报小胖的时候，地下的滚动新闻写的是克里斯托弗·普鲁默拒绝出演死侍2，这里指的是凯文史派西被曝性侵丑闻，所以键盘侠普鲁默代理他出演金钱世界，因此没演死侍2。小胖所在的变种人学校属于艾瑟斯公司，这个公司在 X 战警天启里拿走了金刚狼的血液样本。在漫画里，这个公司属于 X 战警系列的反派金鳄先生。渐渐在金刚狼代言的食品包装上签下了自己的真名瑞恩雷诺兹，还画上了死侍的图标。被关进监狱后，渐渐和小胖说，戴上项圈的自己没了超能力，给他一副弓箭，他只能当个鹰眼。这是赤果果的吐槽鹰眼是个没超能力的弱鸡啊。其实片中还有很多跟漫威相关的彩蛋，比如渐渐吐槽电锁的机械手臂和巴基同款，还直接管电锁叫灭霸，因为这俩角色都是乔什·布洛林演的，而叫电锁约翰康纳是因为他是从未来穿越而来。约翰康纳就是经典科幻穿越片《终结者》系列的主角。这段渐渐还给欧皇妹取外号叫黑寡妇，叫出租车司机松豹。渐渐对红坦克说了这样一句台词 Hey, big guy, the sun's getting real low. 黑寡妇和雷神都曾经对绿巨人说过这句话。 Sun's going down. Sun's going down. 咱们说回主线剧情，渐渐和电锁第一次正面刚的时候，吐槽电锁黑暗的就像隔壁 DC 宇宙的，说 DC 黑，那你当时是还没看过复联3吧？渐渐招募那个外星人的时候说，总有一天他要去一个所有人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星球，明显又是在黑隔壁 DC 家的超人。朋友还神不刀说加拿大不就是吗？爱国的渐渐立马还击。You shut your goddamn trash mouth. 渐渐给自己的团队起名叫 X 特工队，漫画里确实存在这个团队，而且团长是金刚狼。另外 DC 家的自杀小队还有一个艺名叫 X 特遣队。渐渐等人从直升飞机里跳下来的镜头，感觉又是在黑隔壁。渐渐在押运车上和电锁交火的时候，用刀砍炸子弹和挡子弹的镜头，都致敬了金刚狼里他饰演的第1版死侍。大反派红坦克在漫画里是 X 教授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从小对 X 教授羡慕嫉妒恨，他的力量来自邪神，战斗力和绿巨人雷神有的一拼。渐渐被红坦克撕成2半，只能等下半身自己长出来。这时他做了一个换腿的动作，致敬了本能里沙朗斯通的经典镜头。渐渐拿着录音机去找不锈钢帮忙，致敬了1989年的爱情喜剧《情到深处》。这个镜头太经典了，头号玩家里也出现过。小胖身后的标语写着 M 日将至 ，M 日指的是漫威漫画里非常重要的一天。红女巫说了句再也不会有变种人了，然后变种人居然真的就差点死光光了。死侍2还致敬了很多其他电影里的台词。和小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不锈钢说。 Quietly, or there will be trouble. 官方都忍不住吐槽了。 You stole that from RoboCop. 渐渐还温故知新了一下死侍1里的台词。 4 or 5 moments.
That's all it takes to be a hero. 4 or 5 moments, that's all it takes to be a hero. 健健和电索第一次见面，电索问健健到底是谁，健健回答这个自我介绍是蝙蝠侠的经典台词。最后再来科普一下电索这个角色，这货在漫画里其实是镭射眼和凤凰女克隆体所生的孩子，所以既有凤凰女心灵感应的能力，又有镭射眼的眼部激光。当然电影里没有提这一茬。另外在台湾那边，电索的翻译叫鸡宝。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梗和彩蛋，真的是太他妈要的多了，感觉比片片的头发还要多。你们忍心不关注、不转发、不留言、不点赞吗？拜了个拜。